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手上有一个面板，这个面板是专门反馈出我们整个人的体质的强弱、气血是否充足我们今天的精神状态好不好？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在手掌当中它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鱼际这一块。那这一块如果说有经验的人他这个平常摸一摸就会发现身体好的人他是非常饱满充足感觉有气血在里面涌动。那么体质较弱的人这一块往往是没什么血色，而且他这个状态是非常的薄，而且捏起来没有任何的弹性所以呢，我们反其道而行之，这里也是我们身体当中最好的一个补位，经常给它刺激，给它做一些锻炼，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进行一个体质的调节，特别是中老年人经常要做一做。那么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动作，就是很好的去刺激咱们的大鱼际锻炼这一块肌肉，让我们的身体的气血体质变得更好。那么怎么做呢？这个动作说来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只要把手你看这四指呢是完全的并拢且伸直，然后另一只大拇指呢去折叠，这个技能这个动作就叫做折手功。你看，你别小看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它是可以充分的去激活我们整个大鱼际这里的肌肉，同时做起来以后，你会发现整个四指我们的小臂都明显有带动的。好，我们来做一下演示你看手这样并拢一定要并拢，这个手呢是完全要伸直的，这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好，然后呢我们去折，你看尽可能的让我们的拇指的这个指尖去触碰到我们小拇指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我们去折。把手折起来，像一个纸一样的把它折起来，对折。好，折住了以后，你会发现非常的酸来走2，整个速度不要很快千万不要这样去做，这样做没有什么效果的慢，很慢的怼上去保持个1秒钟左右放开，再来2，好3，好，我们去做一个10下4。做完10下以后你这一块会非常的酸，非常的胀。好，做完10下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去用我们的这个手你看缓缓的用我们的中指去触碰我们手腕这个位置缓缓的去触碰1，好，一样的像打招呼一样2，好3记住中间这里是空的只是用我们的这个中指去触碰我们的手腕4，好，尽可能就要去做。做完以后呢，整个小臂也会被带动它同时也是一个练握力非常好的动作好，5，我们一样是做10下。那么做完以后你把手活动一下，你会发现整个小臂这一圈都非常的酸，同时你能感觉到这个血流就往你手掌上面去涌。手上做完以后特别的热乎平常手冰凉的人就做这个动作，任何地方都能做。另一只手呢，再给大家演示一下，也是一样的我们简单做一下1，你看。这个频率大家就跟着我这样去做不用做得很快。3，好，来4，好56做完了以后呢，手开始用我们的中指去碰我们的手腕1，好2，整个你看侧面看一下3，好4中间保留出空的千万不要做的时候就手就捏在一起了，这样做就很轻松了。我们一定要中间保留空的，这样可以极大程度的去刺激到我们的肌肉，刺激到我们的筋膜，并且更好的帮助我们活通我们的经络，活通我们的气血。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动作左手练个2组右手练个2组就可以了我是大伟如果感觉这个视频好，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并且呢，视频下方长按点赞，给我一个超级赞。那么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如果想健康和长寿，那么一定要多重视身上的2个部位，是哪2个部位呢？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骨盆，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脊柱。为什么是这2个部位呢？其实很多人就把咱们的身体形容为一个楼房那么这个骨盆呢就相当于地基。那首先这个地基它必须要稳它必须要正。如果这个地基它出现了一些歪斜，那我们上面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脊柱也会跟着变歪，对不对？那么我们脊柱一歪，它里面的一些原住民，比如我们的这个内脏心肺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对吧？一定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那么这个脊柱又是什么呢？脊柱啊，我们又称之为顶梁柱，也是唯一的通过我们的骨盆到我们的大脑的一个桥梁，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脊柱旁边长出来的肋骨保护住我们的心肺所以骨盆和脊柱一旦健康了，你整个人的灵活度你的状态你的精神你的气血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那么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叫做站姿摇骨盆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有哪些好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把你的骨盆变得正正的，把你的脊柱变得直直的，让你的身体的气血你的经络都能得到很好的帮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为了方便让大家看清楚，我就换了一个衣服。那么咱们首先要正常的站姿站好，站好了以后呢，把手举起来，举起来的时候注意咱们这个手角度90度，这边呢也是90度，双手举好，举好了以后怎么去做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屁股进行一个旋转大家注意看我的动作旋转我们的屁股。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在旋转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整个人的脊柱像拧毛巾一样的把它就拧起来了然后骨盆在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上很多僵紧的肌肉也会有这种强烈的牵扯感，甚至你心肺部都会有一些这种肌肉的牵拉感，这个都是正常的。那我们这个手举着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大家，这个手就是咱们这个动作的水平仪。你看我做一个错误的动作给大家看，大家注意看我两个指尖的这个一个距离，大家注意看好然后我做个错误的，比如说看到没有？如果一旦我出现错误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这个手上下会高低会不一样。那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骨盆在旋转的时候，它没有做了一个水平的旋转，而是做了一个上下往上歪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是错误的。所以呢，这个手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水平仪。我们如果对着镜子做会更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做的时候，你注意我们的手它不能动，不能说你一转的时候，你这个身子也转过来了，这样就不对了转转到极限，我们一定要慢一点，然后再转。你看转过来的时候，如果我的手是很稳很平的，那么这个时候所转的地方就是你的骨盆和你的脊柱，那这个动作就对了。好，我们继续做。那转的时候，你要感受到你每一个肌肉都被牵拉，你要感受到强烈的这种牵拉感再做。好，我现在能感觉到我的牵拉感在我的背部、腰部以及我的胸部。那这些有这种牵拉感的地方，就证明了你的这个平常肌肉会比较紧、比较僵硬我们在做的时候就疏通了我们的肌肉，疏通了我们的经络。好，我们每天就这样转。转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就是这个因人而异。如果说你刚开始做你转的这个幅度很小，但是随着你做个30下以后40下以后你发现你这个转的角度越来越大，而且身上发热，后背有微微的出汗，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停下来休息一下，休息一会儿以后再做个2到3组就可以了。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所以分享给大家。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每天练一练对于整个身体的健康度都能带来很好的改善。我是大伟，每天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长寿真的是养出来的。咱们现在很多中老年人面对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心血管上面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呢，它是可慢可急。慢呢，就是靠吃药平常就压着，有些时候因为一些不注意，它一下爆发出来，就变成一种急性的问题，那很可能人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呢，慢性问题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给你足够的时间去养去调，但是怎么养怎么调，它也是有讲究的。像我们讲的养生长寿法有2种，第一种叫做静养。静养比如说我们泡茶，日常修身养性，练练吐纳。这种是静养，调我们的心性。还有一种呢是动养。动养的话呢，我们想要长寿，就人体当中2大长寿大关就一定要打通。这2大关呢，我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动作，非常适合中老年人。你只要去跟着去做，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你的3高问题慢慢就变得非常的平稳。好了，我马上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以便以后随时打开，随时观看。做这个动作之前呢，我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没有的朋友看一下我的橱窗，这个拍子非常的结实耐用，居家备上2把，自己也能解决身体上面的小问题。好了，马上就用这2把拍子带大家快速的疏通身体上面的2大关。首先，第一大关就是去疏通我们的小腿。小腿不仅要疏通经络，还得让它自主的进行运动。我们看这个动作首先手臂环绕击打我们的小腿，但是同时呢，你要注意这里有2个细节。第一个，我腿抬起来的时候，
脚啊要往前绷啊，你看，脚往前绷啊，往下压，这样的话你去击打才有个更好的效果。我这里啊给大家解释一下慢动作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手臂环绕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什么呢？你光环绕手腕啊，这样去做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样的话它达不到一个什么呢？开胸扩背的效果。我们必须要把整个肩啊去动起来。注意看，我手一挥，我肩就挺起来了啊。利用这个挥肩的动作啊，去击打我们的小腿。好，我给大家演示快一点啊，1、2、3、4、5、6、7、8，好，换个角度啊，来，1、2、3、4、5、6、7、8啊，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啊！练完以后啊，这个小腿走路都特别轻松，而且后背啊会感觉发热。每天啊你就在家去做一个100下，浑身上下都通透。好了，我们马上来教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是疏通我们整个腰腹部，它有着提气啊，促进我们整体的五脏的运化，同时促进我们气血下行。所以呢，腰腹部呢，它是我们的长寿第2大关。你会发现，人年纪大了以后啊，肚子会越来越大，就是为什么积累在这儿。你把它疏通好了，那这个身体啊，它流动起来了啊，肚子不仅变小了，而且呢，整个人啊，五脏的运化都会变得更好。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腿分开啊，腿微微弯曲，然后呢，腹部收紧，看好啊，就像打鼓一样，打在我们的这个腹股沟这里，看1，看2、3、4，注意看这个击打是有技巧的啊，千万不是盲目击打。首先，我们是手臂自然下沉，因为这个拍子啊韧性比较好，自然下沉打在我们的腹股沟，在这里的时候，腹部往内收，然后同时借助着一个惯性，到我们的后面，后手往前一扔啊。正好带过来，打到我们的后背处啊。所以这个动作，如果说你是一个软绵绵的这样做，看错误的动作啊，它是没有办法啊去打通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个大关的。那我们必须要什么呢？聚气在我们的腹部，往下压，腹部收紧。来，1，注意看这个动作，2、3，非常好啊。这一大关啊，腰腹全部给你打通，同时呢，我们手臂也能运动好。你如果肩膀不好，肩颈不好，你把这个动作练起来，你看腰腹、肩颈全部给你练着。好，这个动作啊，我们在家去拍打的时候，每天啊去拍打一个50下到100下。这2个动作呢，就是我为大家准备的长寿2大关。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啊，你的身体啊、代谢啊、循环都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且啊，三高也会逐渐稳定。那咱们准备这个拍子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2把啊。你要如果选择1把呢，它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拍拍打打啊。那如果选择2把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合集，里面有专门的针对2把拍子运动的技巧。而且呢，对于身体的好处非常的多。你去锻炼以后啊，它强度不大，但是起到的效果啊是非常的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各位朋友啊对我的视频的支持。没有点赞的朋友啊，一定要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给一下超级赞。然后没有关注的朋友啊，点一波关注，我会为你的身体啊带来很多的惊喜。好了，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人都非常关注健康和长寿这个话题。那么健康和长寿啊，逐步的已经成为了一种焦点，关注的人很多，所以呢，就会出现了很多不同样的声音。那最近听到一个比较夸张的，就是说中老年人不运动啊，更加的长寿。他列举了几个证明啊，比如说一些运动的运动员啊，他这个寿命过短。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日本人他也不运动啊，这个寿命啊反而是全世界第一啊。总之，他的观点啊很奇特，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啊选择了相信，就认为不运动啊，正好自己也不喜欢动，那所以呢不运动反而更能长寿，那就不运动了。其实现在这种说法啊，它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生命啊，其实
它真的和运动啊是有关系的。我们来从健康和长寿的几大维度啊来给大家说一说。首先，我们要知道长寿啊有哪些核心因素。第一个就是长寿基因，比如说父母啊，他都具备长寿基因，都长寿啊，那么你可能啊就遗传了这个长寿基因，那你的寿命啊就会变得很长，这是基因决定的，这是咱们啊不可逆的因素。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环境因素。这个因素啊包括哪些呢？首先，这个环境啊包括了我们的医疗水平，对吧？有的地方医疗水平它发达，那医疗水平发达，它人均寿命啊都显得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环境啊，它是处于一种啊大自然赋予的那种啊空气又好，对不对？空气又清新，然后这个环境啊非常的好，没有一些环境的污染。那么这里的人啊，可能他的寿命啊也会很长。所以这个环境因素啊，也是决定我们健康和寿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行为因素，比如说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一些细节啊、一些好的积极向上的一些心态啊，是否喜欢锻炼啊，这些行为因素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健康和长寿。那么综上所述啊，这三大因素啊，可以说对健康和长寿是至关重要的。除了第一点啊不可逆，那后面两点环境啊、行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拥有健康和长寿啊，那就要从第二点和第三点来做起啊，这环境啊，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取决一个论点能不能站住脚，我们绝对不能从个例来看，不能因为一个人啊，他可能拥有长寿基因，他也不运动，就能说明不运动啊就能更长寿。我们得从大数据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国家最近推广什么？国家推广的是全民健身、全民运动，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国家在极力建设什么？你看你的身边是不是每个小区里面都拥有一些健身器材？那么这些健身器材是给什么人用的呢？是年轻人吗？不是的，它针对的恰恰好是中老年人。为什么国家这么大力度的去宣传全民健身一定要有健身的意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通过运动我们能改善我们的体质，可以减去一些医疗上面的负担所以呢，国家才会大力的推广运动让全民去运动。这个呢，就恰恰好证实了运动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些我以前看到的一些论文一些文献上面也描述了几点重要的因素。首先，第一个就是运动可以促进并且缓解骨质流失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我们都知道很常见的就是一个骨质疏松。那么通过一些运动呢，就可以很好的延缓骨质的流失，并且还能增强骨骼的强度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都知道运动了以后心脏会加速，心脏加速了以后血液流动的速度就快，这就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变得更强，而代谢能力更好，我们更有利于体内的一些杂质排出到体外。所以呢，通过运动，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心肺能力变得更好，让我们的这个代谢能力变得更强，血液流动的速度变得更快，心脏的功能变得更强大，这也是运动带给我们的好处。那么我们还知道哪些呢？就是运动有助于我们一个消化，对吧？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减肥。你想想看，现在很多的问题都和肥胖是挂上钩的。所以一个人想要健康和长寿，他的运动是必不可少的。在运动之上呢，还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就是你的环境就包括了医疗环境和你所处的一个环境，这个东西呢，可能我们个人能力是很难改善的。第二个就是自己的一个认知水平和一个行为上面呢，我们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对不对？我们尽量去清淡饮食不要去重口味的去吃一些东西然后这个饮食上面尽量是少油少盐少脂肪这个呢也是国家现在推广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结构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最后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好的身体啊，一定是经营出来的。这个经营啊，就包括了我们的日常的饮食，还有我们的运动，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那么在运动上面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中老年人啊，他的这个运动水平啊，20分钟左右啊就够了。心脏啊微微的加速，身体微微的出汗，不用去追求剧烈的运动。那么每周我们可以进行一个3到4次，每次20分钟。那这样的运动啊，就是符合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那如果你是有一定的运动基础的话，那你可以在你的基础之上啊进行自我的调节啊。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主要给大家阐述了一个运动的一个观念和运动和长寿之间的关系啊，希望大家重视起运动啊，然后呢，把饮食啊这块也重视起来，这样的话，身体啊也会变得健康，也会变得更加长寿。好了，我是大伟，谢谢大家的观看啊，大家点赞支持，谢谢大家。